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婚后第3个年头，我身陷囹圄，被自己的丈夫送进了精神科病房，经历漫长的治疗与挣扎，我终于重获自由。然而，当我回到家，那个我亲手抚养了5年的孩子，竟然称呼另一个女人为妈妈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在我眼前，我的丈夫竟然与那个女人打情骂俏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，那个秘密犹如炸弹，瞬间引爆了我的内心。原来是他们先对我下了狠手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反击了。我的内心涌起一股疯狂的力量，另一个人格正在慢慢分裂出来，准备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复仇。今天，我终于能够离开这个医院了。四周张望，却没看到半个人影来迎接我。事实上，我从未真正疯狂，只是工作的重压让我变得焦躁。我向他们反复解释，可他们就是不信。他们坚称我生病了，那我就遂了他们的愿，配合治疗。我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戏，没想到他们真的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经过了1年的煎熬，我终于重返自由。回到家的那一刻，已是日高三竿，眼前的别墅依旧，可我的心却满载苦涩。我轻声低咽：“孩子，父亲，我回家了。”推开门，目光所及是那2道熟悉的身影，一大一小，相依相偎。心中的怨恨在这一刻如烟消云散。我明白，他们是出于关心我才那么做的。我擦干了眼角的泪水，正要喊出声，却看到一个女人款款走出。她向我儿子张开了双臂，脸上写满了母性的温柔。“孩子，到妈妈这儿来。”她轻声呼唤。我惊愕地看着这一幕，她是谁？为什么我儿子会叫她妈妈？在我愣神的瞬间，儿子已经飞奔进她的怀抱，甜甜地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我的心如被重锤击打，但我努力保持冷静，告诉自己，这只是因为儿子太久没见到我，他太想念母亲了，看到了别的女人才会叫妈妈。就在这时，孩子的目光转向了我，他眉头紧锁，小手一指：“爹爹，那个怪阿姨是谁呀？”丈夫随着孩子的指示抬眼望来，他的眼神中，我捕捉到了一丝慌乱。分隔这么久，我并未深思，只当是他在为我未能前往医院接他而感到内疚。他向那女子示意，他虽显得不情愿，却还是转身进了房间。接着，他拉着孩子走向我，轻抚孩子的头顶：“孩子，这是娘亲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”在医院的10日，孩子是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。无人知晓，我为了离开那里，每日与真实的病患和医护人员斗智斗勇。我俯身凝视这个我日思夜想的孩子，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。他激烈的挣扎，试图推开我，在梦中盼了这么久，如今终于实现。我怎会轻易放手？未料他突然握住我的手，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疼痛如撕裂般袭来，但我仍旧不肯松开。“心肝宝贝，娘亲回来了，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”他仿佛回忆起了什么，竟在我怀中渐渐安静下来。果然，亲情的力量无法割舍。“怪阿姨，你再不放开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”孩子在我怀里嚷道，但身体却并未动弹，腹部涌上一阵剧痛。我惊愕地圆睁双眼，紧盯着怀中的孩子，竟然一时厌塞。他竟然用刀伤了我。身为他的母亲，我难以置信这幼小的他会试图伤害我。他曾信誓旦旦说此生最爱妈妈了。“孩子，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我强忍疼痛，
尽量和颜悦色地询问他：“哇哇哇！”他如同失控般的尖声喊叫，我还未及回应，脸上已重重挨了一掌。张燕，你是不是精神病又发作了？快放开我孩子！房志鹏对我大吼。那突如其来的一记耳光让我愣住，右手紧紧捂住脸颊。这是他首次对我动手，以往即便他对我心存不满，也只是责骂几句，再严重也不过是冷战而已。这时，先前离去的女子再次出现。当她瞥见孩子手上的血迹，脸上的温柔顷刻消失。她急忙将孩子搂入怀中检查，发现并非孩子的血后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我蓦地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，那明明是我的孩子，我的丈夫。然而1年的分离，他们似乎都变了，变得如此陌生。孩子，到妈妈这儿来。我难以忍受看到儿子在另一个女人的怀抱中，而且他们之间还如此融洽。怪物，我才不让你靠近！你走，你快走！谁让你闯进我们家的？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能说出这样伤人的话呢？这时，心灵的创伤远远超过了腹部伤口的疼痛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向房志鹏，带着责问的神情：“这1年来，你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儿子的吗？”他厌烦地瞥了我一眼，然后示意那女人带孩子进屋里去。他们消失后，他突然对我施以暴力，他一脚将我踹倒在地，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憎恨。张燕，我如何教育儿子？不需要你插手。如果你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，就给我放聪明点。房志鹏，他也是我的儿子。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试图接近他，寻求一个拥抱。但当我即将触碰到他时，他侧身躲开了。你不配。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几天后，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在我接受治疗的时候，我的丈夫背叛了我。但令我困惑的是，无论我对儿子多好，他都拒绝再叫我妈妈，只叫我怪物。我深知，这一定是婆婆在背后教唆。她一直以来都对我不满。1个月后，目睹儿子与那个女人日益亲近，而丈夫对我的态度也日趋冷淡，我的心情逐渐发生了变化。在内心深处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我仍如往常一样为他们准备晚饭，即便知道那个女人是介入我们婚姻的第三者，我也依旧维持着表面的平和。特别是婆婆，竟然还难得地夸赞了我几句。那一刻，我甚至觉得，如果日子能这样继续下去，也未尝不可。然而，一切都在那个晚上破灭了。我精心准备了夜宵，想要给忙于工作的丈夫一个惊喜，但当我推开门，却看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场景。一直努力压制的怒火，在那一刻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。我看到他们2人在办公桌上缠绵，女人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。我双腿如灌铅般沉重，愤怒使得我的双手颤抖，夜宵盘在地板上摔得粉碎。办公桌上的他们听到了响声，同时向门口望来。我期待他会给我一个解释，但他却视若无睹。他仿佛没看到我一般，继续与那女人在我面前上演着亲密的戏码。女人的喘息声和她的粗重呼吸交织在一起。我在门外默默站了1个小时，才转身离开。回到房间，我望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泪水无声地滑落，留下了一道道泪痕。轻抚镜中自己的影像，我低声自厌：张燕，你陷入了困境，你需要我，需要我的救赎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很好，我没事。我对着镜子中的倒影竭力呼喊，内心的最后一根弦也在这一刹那崩断。我像失去了理智，对着镜子怒吼：
挣扎。紧接着，我被镜中的自己彻底激怒了，猛地一拳击向镜面，镜子顿时碎裂成无数片。我注视着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，拾起其中一片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。我确实需要你，因为我迷失了。清晨，我像往常一样继续着我的日常生活。家人们已经在餐桌旁坐定，等待着我端上早餐。当我将早餐摆上桌时，婆婆不满地瞥了一眼，抱怨道：“一天的精神状态都是从早餐开始的，你看看你都准备了些什么？”话虽如此，她还是拿起筷子开始用餐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桌上少了一个人，那个小三。我明白这是他故意的缺席，无非是在炫耀他们昨夜的欢愉。我的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厌恶，却恰巧被婆婆捕捉到。张燕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母亲就是这样教你对待老人的吗？我最反感的就是别人在我面前对我母亲说三道四。由于我从未与她碰面，因此我选择保持沉默。我不希望一大早的心情就被打破，于是选择了忍耐。我低下头，继续享用我的早餐。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种难以言明的紧张气氛。突然间，儿子将筷子摔落在地，摆出一副我欺负了他奶奶的模样。他伸手指向我，怒斥道：“丑八怪，你让奶奶不开心了，快向她道歉！”我猛然站起身，走到他的身边，脸上带着微笑，轻轻压下他指着我的手指：“亲爱的，这样指着别人是不礼貌的哦。”他并未因此感到畏惧，反而显得更加嚣张了。可恶的丑八怪！我要告诉妈妈，让她把你赶走。话音刚落，他就转身跑向那个女人。我的丈夫和婆婆依旧稳稳地坐着吃饭，对儿子的举动毫不理会。我心中的怒火如火山喷发般汹涌而出，再也无法遏制。我迅速拉住他，一把扯下他的裤子，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。你给我记清楚了，我才是你的母亲。我的举动显然震惊了他们。以前儿子稍微有点磕碰，我都会心疼得要命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竟然会打他。孩子毕竟是孩子，被打了之后就不再闹腾，乖乖地坐在那里吃饭。孩子虽然变得乖巧了，但旁边的两个大人却无法保持淡定。房志鹏站起身，抬手想要打我，却被我及时拦住了。怎么，你又来了？又想动手打我？我目光如炬地凝视着他，他显然被我的眼神震慑住了。我看到他欲言又止。婆婆向来是个难缠的角色，过去常常倚老卖老，对我冷嘲热讽。张燕，你是不是又发病了？竟敢动我孙子！信不信我让我儿子再送你进去治疗？哼，真是可笑！想要送我走，那也得看他儿子有没有那个能力。我随手拿起桌上的早餐，整碗朝婆婆的脸上扣去。我面带微笑地说道：“妈，看来你还没吃饱，再吃点吧。”说着，我故意把碗里剩余的食物往她嘴里送。妈，你不是一直夸赞我做的饭好吃吗？那就多吃点。房志鹏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急忙抢过碗，一把将我推开，急忙去查看他妈的情况。婆婆被我气得呼吸急促，颤抖着手指向我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张燕，你真是病得不轻，我明天就送你回精神病院继续治疗。望着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，我回想起过去，他也曾无数次对我说过类似的话。张燕，如果你对我妈不好，我们就离婚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从昨晚开始，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我了。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张燕。你要送我走？房志鹏，你是不是忘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？你依赖我生活，有什么资格
对我吆五喝六。我正打算继续反驳，儿子却急匆匆地冲了过来：“你这个坏女人，对奶奶和爸爸那么凶，我要告诉外公，让他来收拾你。”说到外公，他恰巧就在这时出现了。够了，你才刚回家，就又开始闹腾什么？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。我紧了紧拳头，拎起包，毫不犹豫地转身去上班，连头也不回。我曾听说，自从母亲离世后，父亲为了不让我受后妈的气，一直未再娶。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好父亲。父亲每隔几天就会来我家看望，但奇怪的是，每次他来，都碰巧是我和他们争吵的时候。我原以为他会站在我这边，却没想到他总是偏袒我婆婆。直到3天后的一个深夜，我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。凌晨1点，我上完洗手间，突然听到婆婆房间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我公公在我嫁过来的第1年就去世了。婆婆虽然48岁，但保养得当，看上去不过35岁的模样。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蹑手蹑脚地靠近她的房门。刚一靠近，就听到婆婆那令人遐想的声音：“老李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”我差点没忍住推门而入，好在最后一刻止住了冲动。姓李的那么多，不一定就是我父亲，但心里越是担忧什么，往往就会发生什么。屋里响起了那个我耳熟能详的声音：“老家伙，几天没找你，是不是挺想我的？”不，我肯定听错了，这怎么可能是我爸的声音？这1年里，究竟都发生了什么？丈夫的背叛，儿子的疏离，现在连父亲也……我耳边传来衣物落地的声音，接着便是他们亲昵的动静。大约10分钟后，屋内的动静停了下来。婆婆带着责问的咽气对我父亲说：“这次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”接着，我听到父亲的叹息声：“我有没有别的女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这么说，可就太没良心了。为了你，我甚至……”嘘，她话没说完，就被婆婆捂住了嘴。我母亲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为什么婆婆不让她继续说下去？我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悄然苏醒，她告诉我，他们之间有着不为人知的大秘密。随后，我婆婆严肃地提醒我父亲，在家里要小心言辞，以免被我无意间听到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天色微微发亮，我站在窗边，目睹了父亲离开我们家的身影。然而，从隔壁房间传来了激烈的声响，那是2个人的运动声，女人的喘息声传入耳中。我紧紧握住手掌，指甲深深掐入肉里，但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。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到房间的，但那个女人的话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志鹏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骗取到他的财产？儿子何时才会发现我才是他的亲生母亲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他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其实是别人的，他会不会崩溃呢？他们的话咽如同一根根尖刺，狠狠扎进我的心房。同时，这些话咽也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疑惑。在孕检时，医生曾明确告诉我怀的是个女孩，然而在分娩过程中，我陷入了昏迷，迷迷糊糊中听到医生说孩子已经胎死腹中，但当我苏醒过来时，身边却躺着一个婴儿，而且是个男孩。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我确实有所怀疑，但当孩子哭闹起来时，我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。多么荒谬啊！我抚养了5年的儿子，竟然是我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，还有我父亲他们那些令人费解的话咽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经过一整夜的苦思冥想，
我似乎找到了一些线索。当初我们算是奉子成婚，那是一次醉酒后的意外。我与他发生了关系之后，他便开始追求我。被他真挚的情感触动后，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。孩子3岁了，然而我仍未接受他的爱情。我父亲总是在我耳边称赞他，讲述那个男人如何坚持不懈地追求了我3年。那时我考虑到孩子不能总是缺少父爱，于是我答应了他的求婚。婚后的第1年，他对我体贴入微；第2年，他的关爱依旧不减。然而到了第3年，一切都变了。婆婆开始刻意为难我，而她也不再站在我这一边。她甚至表示，如果我不能容忍她的母亲，那么我们就离婚。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让我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天，她竟然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在那1年的住院期间，我的公司由房志鹏代为管理，他解雇了我所有的亲信，并替换成他自己的人。然而，我有一个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的秘密身份，那就是我还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。我以前的心腹在得知我回来后找到了我，他们告诉了我他和那个女人之间的一切，甚至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。看着他满脸的心疼和犹豫，我直觉到这个秘密一定与我的身世有关。他总是在很多时候像长辈一样关心我，比如现在，他先是将我紧紧拥入怀中安慰：“小燕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你听了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。”他似乎担心我听到真相后会失控，所以先给我打了一剂预防针。我点点头，示意他可以继续说下去。小燕，其实关于你妈妈，有些事情你并不了解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妈妈的事情还有我不知道的？我惊愕不已，完全无法理解他的话。他的话焰仿佛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激起了我心中的千层浪花。我站起身，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等待他的进一步解释。他也随着我站起身，双眼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遥望着窗外的远方。小燕，你妈妈其实并未离你远去，而是被某些人遮掩了真相。妈妈，这个我一直以为已经离世的人，竟然可能还活着，只是被某种阴谋所掩盖。那么，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？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我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，喜悦与哀愁交织在一起。他察觉到我的情绪波动，再次用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，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关怀。他轻柔地伸出手，似乎想要抚平我心头的波澜。小燕，其实我和你……砰！突然，门被猛然推开，打断了他的话咽。门口站着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察，神情严肃。你就是房婉宁对吧？我们接到举报，指控你涉嫌窃取公司机密，请你随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然而，房婉宁面对警察的到来，脸上并未显露出任何慌张。他镇定地向警察提出了一个请求：警官，能不能给我1分钟的时间？我想和他说几句话。警察们相互看了看，最终点头同意，退出了房间。房婉宁转过身，用那种只有亲人之间才会有的深情目光看着我。小燕，实际上我是你的小姨，你必须得帮助你妈妈，要提防你的爸爸。等我从警局出来，你就能与你妈妈团聚了。他的话焰刚刚落下，警察便走了进来，将他带走了。在归家的途中，我差点与一辆车迎面相撞。妈妈、小姨、爸爸，回想起那一夜爸爸与婆婆之间的对话，或许我真的应该相信他。在他被抓走的第3天，我去探望了他，从而揭露了爸爸隐藏的另一面。原来
一直照顾我的并非我的亲生父亲，我的亲生父亲是他的挚友。当妈妈怀上我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亲因心脏病离世。虽然我不太愿意相信这个自称是我小姨的女人所说的话，但她随后所说的那些事情，以及她眼中深藏的怨恨，却是不容置疑的真实。刚踏入家门，婆婆便怒气冲冲地迎了上来：“张燕，这么晚了，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莫非是从哪个野男人的被窝里爬出来的？”她似乎以为所有人都像她一样，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。回想起小姨所说的话，我越发觉得妈妈可能是被她与那个仇恨的男人藏匿起来了，内心的恶魔仿佛要破体而出。在这个瞬间，我无暇顾及他是谁，高跟鞋在地板上踏出咚咚的声响，我毫不犹豫地挥起手，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打完之后，还用湿纸巾擦了擦手。哎呀，你脸上有只大苍蝇，我帮你打掉了。老妇人的脸庞因我的掌掴而瞬间发红，肿胀起来。她愤怒地捂住受伤的脸颊，对我进行恶言辱骂：“你这没娘的野孩子，竟敢打我！等我儿子出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！”说罢，他作势要大喊他引以为傲的儿子。我岂会让他得逞？毫不犹豫地再次挥掌，然后装作无知地问道：“哎呀，怎么刚赶走一只苍蝇，又飞来了蚊子？阿姨，您得小心点。我听说蚊子最喜欢 O 型血的人呢。”他闻言惊恐地后退一步，因为他正是 O 型血。经过一番争斗，我心头的郁闷消散了不少。1周后，我装作病发，故意透露自己还持有一家公司的信息。我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他眼中的算计，以及那个女人脸上的贪婪。夜幕降临，他们以为我熟睡，便偷偷离开了别墅。我换了身装扮，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。让我讶异的是，我的名义上的父亲也随行其中。我蓦地回想起小姨的告诫，她曾说妈妈被囚禁在某个地下室。我环顾四周，这里是偏远的郊外，似乎并无房屋。心中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。我紧跟着他们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平房。志鹏，我们得尽快行动。他居然称呼房志鹏为儿子，竟然他们之间真的是血脉相连。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屡屡选择置身事外。所有的线索开始逐渐清晰，只是我过去太过迟钝，未曾察觉偷听到他们的密谋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他们的策略确实周密，觊觎我的财富，更甚至企图让我在精神病院中无声无息地消失。那些护士的异常行为原来都是受他们指使，他们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只等我掉入陷阱，却浑然不知他们的阴谋已被我悉数洞悉。经过漫长的讨论，他们终于策划出了如何让我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消失。正当他们即将离去，那个我称为仇富的男人突然停步：“跟我来。”他命令道。我虽心有畏惧，不敢随行，但此地偏僻，夜深人静，他们似乎放松了警惕。不久，地下室中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呼喊：“卫斌，我丈夫视你为挚友，你却如此背叛他！你还我的孩子，还我的孩子！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！”啊！那女子撕心裂肺的呼喊，深深刺痛了我的心。她绝望的哭声让我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痛楚。这莫非就是母女之间难以割舍的心灵感应？随着她声声控诉，我越发确定她就是我的母亲。归途中，母亲的哭诉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究竟我该如何才能解救她呢？我发病的频率愈发增加，他们曾打算将我送入精神病院，但那个女人精明地说：“你是不是蠢？
趁他头脑不清醒时，我们正好可以骗走他的财产。你把他送进去了，我们的计划还怎么实施？每当夜深人静，他们沉睡之后，我便潜入他们的卧室，释放迷香，随后对他们肆意殴打。反正药效让他们沉睡不醒，更不会意识到是我所为。我踏入那个所谓儿子的房间，虽然明白他并非我亲生，但5年的养育之情让我难以对他下手。随着我频繁探访地下室，母亲的精神状况有了明显改善。然而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叮嘱母亲继续佯装无知，并在关键时刻助我套取信息。终于找到了小姨被诬陷的证据，那个真正的罪魁祸首也被捕了。即便他守口如瓶，我心知肚明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如何哄骗我签下那些文件，他们自以为得计，殊不知他们早已陷入了我精心布置的陷阱。婆婆患有冠心病，一次我看到那个女人与她激烈争吵，婆婆被气得喘不过气来。那女人大概是怕婆婆有个3长2短，房志鹏会找她麻烦，于是急忙回房取药。她不耐烦地将药片倒在掌心，口中嘟囔：“死老太婆，要不是为了志鹏，我才懒得理你。别忘了，你的命是我救的。”说罢，她正欲将药片递进婆婆的口中。我事先已查过资料，知道冠心病发作时并不会立即致命，而是会痛苦的抽搐。母亲曾告诉我，在她喘息困难时，那个老太婆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挣扎，直到最后一刻才施予救治。那将会是多么难熬的痛苦啊！因此我也决定让她体验一下那种切肤之痛。我要吃药，快给我药，给我药！我猛然从那个女人手中夺过药瓶，同时故意将老太婆一撞，她一个趔趄，从楼梯上翻滚而下，不偏不倚地撞到了正在玩弄水果刀的小孩。正如我预想的那样，水果刀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大腿。啊！别墅内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声，紧接着我看到房志鹏回来了，于是我立刻开始装疯卖傻。啊！杀人了！有人杀人了！坏女人杀人了！他听到杀人2个字，立刻急匆匆地冲了进来。当他看到躺在地上血流不止的老太婆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环顾四周，我赶紧举起手中的药瓶，装作急切地大喊：“快，快，快把药给妈妈吃下去！”他接过药瓶，立刻将药喂进了他妈的嘴里，直到他妈妈停止抽搐，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我知道他接下来想说什么，所以我立刻掏出手机拨打了120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狠狠地瞪了楼上那个愣住了的女人一眼，我指责地冲她大喊：“你平时欺负我就算了，妈妈本来就有心脏病，你怎么还能故意气她，甚至推她下楼？今天要不是老公及时回来，你是不是还想杀了妈妈啊？”我的话咽听起来满是关切，但只要他们稍微动动脑子，就能察觉出我在故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不过，我并不担心楼上那个女人会揭穿我。她显然惊慌失措，急忙跑下楼，拉住她急忙解释：“你别听她的谎言，我从未想过要伤害妈妈，是她，都是她在故意陷害我，是她推的妈妈，你相信我。”那男人却不愿听她的解释，抱起受伤的老妇人，一脚将她踹开。老妇人住进了医院，家中只剩下我和她，以及那个小野种。我察觉到他已经开始怀疑我在装疯，但即便如此，他和他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。张燕，你这个贱货，你真行，算你厉害。每当白天他不在家时，
我故意刺激他，你以为他只有你一个女人，真是天真。他听完情绪激动，全身颤抖着说：住口，你给我住口，他只爱我，只爱我一个人。然后他突然用手捂住肚子，啊，原来是怀孕了。为什么他的孩子可以活下来，而我那可怜的孩子不仅死了，还被他狠心丢进河里？每当我想起那个还未曾相见的孩子，心中就涌起一股邪恶的念头。紧接着，我拽着他走向窗户，他仿佛察觉到我的意图，不停地往后退。现在的他异常虚弱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毫不留情地将他推出窗外，砰！我听到了某个物体坠地的声音，然后我慢悠悠地掏出手机，拨通电话。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我彻底疯狂了。张燕，你想知道你孩子怎么没的吗？那个女人名叫李小楠，满脸泪痕地盯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怨恨。她的问题像一把尖刀，直刺我的心脏。我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她。她怎么会知道这些？难道你想知道你妈在哪里吗？她继续逼问，声音冷冽而残忍。我瞬间慌乱起来，但她的问题却让我意识到，这个女人可能掌握着我一直想要寻找的秘密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迎上她的目光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试图用平淡的烟气回应，但心中的慌乱却无法掩饰。李小楠冷笑一声：张燕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，你的孩子，还有你妈，我都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我听到这里，再也无法保持冷静。我冲上前，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，急切地问道：你告诉我，他们在哪里？求你告诉我。李小楠用力挣脱我的手，冷冷地看着我，想知道，那就先告诉我，你到底对房志鹏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会突然对我改变态度？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着摇了摇头。看来这个女人并不完全了解我的情况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是她自己发现了你的真面目。不可能！李小楠激动地大喊起来，但她的眼神却透露出一丝恐惧。我知道，我戳中了她的痛处。我趁机继续说道：李小楠，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告诉我我妈和孩子的下落，我告诉你房志鹏为什么会对你改变态度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们两人坐在了沙发上，开始了一场关于秘密的交易。原来李小楠和房志鹏在一起后，一直想要个孩子来稳固自己的地位，然而她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怀孕，于是她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，偷走我的孩子。她利用我对她的信任，趁我不注意时偷走了我的孩子，然后她告诉我孩子已经死了，并伪造了一个虚假的葬礼。我听到这里，心如刀绞。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在他手里会受到怎样的对待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我急切地问道。李小楠却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我把他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抚养，只有我能联系到他。我紧紧地盯着他，试图从他的眼神中读出真假。最后，我选择了相信他，毕竟这是我找回孩子的唯一线索。于是我们达成了交易，我告诉他房志鹏改变态度的原因，他则承诺帮我找回孩子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李小楠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寻子之旅。我们先是联系了那个抚养孩子的人，但却被告知孩子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。我们不得不开始四处奔波，寻找孩子的下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和李小楠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我们开始互相扶持，互相依赖，甚至开始互相倾诉心中的秘密。我告诉他我为何离开家，
为何与母亲失去联系，为何会选择和房志鹏在一起。他也告诉我他为何会走上偷孩子的道路，为何会对房志鹏产生感情。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，我们逐渐理解了彼此的痛苦和无奈，我们开始放下心中的怨恨和敌意，用真诚和善良去对待彼此。终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们找到了那个抚养孩子的人。他看到我们时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在我们的逼问下，他还是说出了孩子的下落。当我们看到那个被藏在一个偏僻小村里的孩子时，我和李小楠都激动得泪流满面。我们紧紧地抱住孩子，仿佛想要将这段时间的思念和担忧都倾诉出来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奇妙的旅程。我们在寻找中失去，在失去中寻找，在寻找中理解，在理解中和解。后来，我和李小楠决定将孩子带回城市，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而房志鹏也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真相，他选择了原谅李小楠，并重新接受他。虽然这场风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和困扰，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，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最终，我们4个人过上了幸福而平静的生活，而这段经历也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之一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出狱当天，丈夫就要跟我离婚。他说白月光已经等他太久了。我失笑，你还觉得2年前是我推的苏冉，才害他摔下楼梯的？丈夫沉默片刻道，冉冉已经不怪你了。入狱2年后，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袋从那扇铁门中走出来。昨天晚上狱友嘱咐，对于过去千万不能回头。可我食言了，过去失去的太多，我不能忘。宋玉明换了新车，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车里是洋甘菊的香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恍如隔世。我想去买身衣服，我闷闷开口，身上的衣服还是2年前的款式，红色的连衣裙，有些旧。宋玉明嗯了一声，开车带我离开了这里。到了商场后，我挑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。导购的小姑娘一个劲儿地说版型问题，我只是笑，看着镜子里那条连衣裙松松垮垮挂在身上。我知道是我太瘦了，根本撑不起来，但我还是买下了它。就像当初，明知道宋玉明心里有别人，还是跟他结了婚。我是个认死理的人。宋玉明的目光很快把我打量了一遍，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。要是放在以前，他会直接说，苏沫，这件衣服不适合你。可他什么也没说，拿出卡替我付了钱。至于那件红色的旧连衣裙，我跟宋玉明出奇的一致，都不想要它了。那是2年前我入狱时穿的衣服，是特意为宋玉明生日准备的。当初他红得很好看，我只看了一眼就付钱买走了它。可真是讽刺，之前有多绚烂，现在就有多颓败。回家后，宋玉明双腿交叠，他抿着唇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很快，他开口了：我们离婚，财产分割，我找了律师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。他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。原因，即使知道原因，可我还是想听他说出来。冉冉等我太久了，我不想辜负他。他眯了眯眸子，避开我的眼神。我看到他的眼神中好像有挣扎。出狱第1天，我的丈夫跟我提出离婚，我并不伤心，可能2年前被伤透了，也就麻木了。你还觉得2年前是我推的苏冉，才害他摔下楼梯的？我囔囔着，不是解释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一个明明被冤枉了却无力反抗的事实。宋玉明沉默片刻后，淡淡的说了句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冉冉已经不怪你了。”是啊，苏冉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，怎么还会怪我？的确，爸爸爱他，你也爱他，他还有什么理由怪我呢？我勾了勾唇，声音冰冷。明明苏冉的妈妈是小三，明明是她抢走了我的爸爸，占据了我丈夫的心。苏沫，宋玉明沉声，连名带姓地喊我的名字。我看到他眼底的恼意，不像那时候我刚跟他结婚，他喝醉酒抱着我喊我小沫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名字，像泡沫，泡沫多脆弱，一碰就会碎。还是苏冉这个名字好，冉冉升起的太阳，阳光向上，难怪人人都爱他。可他想轻易让宋玉明离婚，现在还不行。我不同意离婚，我平静地说道。我忘不了在监狱里的日日夜夜，忘不了苏冉得逞的丑陋嘴脸，更忘不了宋玉明袒护他的姿态。我怎么进监狱的？是苏冉陷害了我。我的丈夫宋玉明出庭作证，两个人携手把我送进了监狱。所以哪怕对宋玉明毫无感情，我也得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什么时候结束，我说了算。他苏冉只能当见不得光的小三。我跟宋玉明的谈判被一通电话打断，这个话题也不了了之。我知道这通电话是苏冉打来的。我出狱第一天，他就急着撺掇宋玉明跟我离婚，这是有多急不可待。不过他从小就这样，只要是我喜欢的，他都觊觎，甚至帮着他妈赶走我妈。苏冉跟他妈妈太像了，骨子里透着掠夺的恶性。最后他们母女赢了，得到了我爸，还有属于我的一切。可是我不能输，至少为了妈妈，她太可怜了，被赶出家门，患了抑郁症，以自杀结束了一生。一个人孤零零死在了空旷的房子里。第二天，苏冉约我见面，午后温暖的咖啡馆，我俩坐在露台的藤椅上。她跟以前一样漂亮，长发散在身后，穿着飘逸的衣服，走路都带风。这2年在宋玉明的保护下过得不错。姐姐，你这2年过得好吗？她一脸无辜地眨了眨眼睛。我冷笑，这句话无疑是一把利刃，戳得我血流成河。你不在的2年，玉明一直照顾我，姐姐不会吃醋吧？说完，她俏皮地歪着脑袋，眼神何其无辜。找我有什么事？我问道，不想跟她浪费时间。苏冉也没有拐弯抹角，那我就直说吧。我希望你跟玉明尽快离婚，我们会给你足够的钱，不管以后你在国内还是去国外，保证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这件事情还轮不到你跟我谈。卑劣的插足者，不配开口。你们已经没有感情了，在一起就等于互相折磨，有意思吗？苏冉眉头一皱，清纯的小脸蛋睁大眼睛质问。真好笑。突然我就想通了，2年前他也是这样，故意在我面前挑唆，说他跟宋玉明的感情深厚，还说他们2个已经发生了关系。当时的我被激怒了，控制不住情绪，拉扯中中了他的陷阱。宋玉明赶来的时候，正巧看到他从楼梯上滚下去。医生检查的结果是苏冉身上多处骨折，还摔伤了手骨，这辈子都不能弹钢琴了。他妈起诉了我，我爸更是怒不可遏。我的丈夫作为目击证人，大家携手把我送进了监狱。我想辩解，可无力反抗。而现在，我拿起咖啡泼了他一脸，咖啡顺着他白净的脸颊流下来，弄花了精致的妆容，长发也粘在一起。洁白的连衣裙，胸口有一大片污渍，样子狼狈，顺眼多了。我真是见不得他，他是最没有资格让我离婚的人。有意思，至少比当小三有意思。
我笑道，整了整身上松垮的连衣裙。苏冉脸色刷白，她懵了，再也戴不住脸上虚伪的面具。她站起来，抬起手想打我，我抓着她的手腕，反手一巴掌，看着她脸上明晃晃的五指印，我笑了，不装了，想打我，还以为我是2年前的苏沫。苏冉，别再来招惹我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身后是他打电话撒娇求救的声音。我知道他一定是给宋玉明打电话了，真是滑稽又可笑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还耍小孩子把戏。晚上，宋玉明回来了，我以为他是来兴师问罪的。苏冉娇滴滴的声音，他从来都受不了，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那边。但是我错了，宋玉明给我请了一个保姆。当晚，保姆做了一大桌子饭，鸡鸭鱼肉样样都有，我吃了很饱，撑得胃难受。最后去卫生间，抱着马桶吐得涕泗横流，又没人跟你抢，吃得这么急。宋玉明皱了皱眉，伸手给我拿了助消化的药，眼神跟卧室昏黄的光一样温暖。我把药放在嘴里，没有喝水就咽下去，这是在里面练出来的绝活。以前总以为会卡到，可实际上，当身边没人照顾你，一切困难都是矫情。宋玉明不知道，这是吃了2年牢饭，味蕾十分想念刺激的食物，可谓受不了。他的眼里只有苏冉，当然不会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如果你是为了苏冉的事来质问我的，那大可不必，以后管好他，别来招惹我。我恢复情绪，冷冷地看向他。宋玉明一愣，眉头紧皱，长长的舒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。当晚，他没有跟我睡在一起，说自己有工作要处理，去了书房，直到我睡着，他都没有来。半夜，关门的声音吵醒了我，我睡得很轻，一看表2点多了。大约半小时后，苏冉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一大堆烧烤美食的照片，配文谢谢你安慰我。我把图片放大，一眼认出宋玉明拿烤串的手，无名指上他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。我的丈夫半夜跑去给别的女人买烧烤，还陪她一起吃，安慰她什么？被我泼了一身，还是被我打了一巴掌。苏冉应该很得意，我能想象得到她现在笑得多开心。第2天，我收到了宋玉明发来的消息，嘱咐我按时吃药，还说帮我预约了体检，要陪我一起去。我还以为他恨不得我消失在这个世上呢。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，看着自己瘦弱的身体，双手从脸颊一路向下，摸着凸起的锁骨，然后是胸前的肋骨，直到平坦的小腹上。2年前，我曾经无数次期盼我和他的孩子，可是颤抖的手平复后，我给宋玉明回了一条消息，体检我自己会去的，不用你陪。我再也不是2年前事事依赖他的苏沫，接下来我要一点一点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夺回来。他们享受的时限到了。我妈出身商业大家，出嫁的时候姥爷姥姥陪嫁了一些公司地皮，我妈一直攥在手里。她自杀后把这些留给了我。在监狱这2年，我找了早年跟在我妈身边信任的人，掌控着核心产业。至于其他公司，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爸趁机侵蚀了一些。这些年，他的生意能做得风生水起，一来是靠妈妈的陪嫁，二来是靠妈妈娘家的背景关系。偏偏这样的人没有半分感激，在自己成就了事业后，就开始在外面养女人，生了私生女。我打电话找到林和，我们见一面。林和比我大10岁，是我妈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，这些年时常去监狱看我，在我爸身边蛰伏。苏小姐，这些是我这几年来收集到关于您父亲出轨时的证据，还有受贿的倒卖公司股份的证据。
您过目。林和拿来厚厚一叠资料，我随意翻了几页，笑了。谢谢林大哥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，是我反击我爸他们一家的开始。不客气，苏小姐。林和舒了口气，你能重新振作起来才是最要紧的。谢谢。这2年在监狱，多亏了林和照顾，我才没有这样狼狈。下午的身体检查，林和也非要带着我去。他说我妈对他很照顾，现在他想还给我，我推脱不掉，同意了。但我没想到，刚检查完身体，就在医院门口遇到了宋玉明。他看到我跟林和，愣了。苏沫，他的声音一沉，我清晰地看到他眸底的狐疑。这就是你不需要我陪的理由？他眉头紧皱，脸上的不快毫不掩饰。随你怎么想，我懒得解释，扭头对着林和笑。林大哥，你送我回去吧。好。林和没拒绝，我连看都懒得看宋玉明一眼。晚上宋玉明回家，他扯了扯领带，走到卧室，坐在床沿。苏沫，我们谈一谈。可我今天跑了一天，累了，所以我装睡，没有理会他。我听到宋玉明轻叹了口气，房间里静悄悄的。当初我知道宋玉明跟苏冉的事，也想跟他谈谈，可他呢，除了沉默还是沉默。何其讽刺！终于在我出狱的第2周，我爸约我见面。妈妈去世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那个所谓的家已经被别人占据，我不屑回去。他约我在外面见面，本以为是亲人之间的嘘寒问暖，没想到见面第1句话就是指责。也是，我开始联系我妈以前的老部下了。她开始着急了。小莫，你突然要收回那几个公司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最近缺钱吗？冷若冰霜的话劈头盖脸地砸下来，我麻木到毫无感觉。相比在监狱，我听到过狱霸更恶毒的话。2年没见，爸爸还是老样子。我笑着起身，给他面前的茶杯里倒满了茶。这是大白茶，妈妈最喜欢的。说1年茶，3年药。他帮我爸一直泡这个，说是能消炎去火。我给他倒上，让他消火。毕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会让他上火。我不缺钱，就是想拿回妈妈给我的东西。我淡淡说道，目光停留在我爸脸上，不放过他每一个神色变换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还坐过牢，公司交给你，我实在不放心。不瞒你说，我有几个大项目在推进，要给你接手，也得等项目结束后。他仰头喝尽了手里的茶，茶杯放在桌子上，声音很响，似乎是在警告我。我轻笑，我又不是傻子。等项目结束，公司的钱早就被他转移了，到时候我拿回来的都是空壳，可能还会负债。爸，我是年轻，但我什么都可以学，或者您先看看这些东西怎么样？我虔诚地说道，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和资料，都是我让林和准备好的。他本来不屑看，但瞟了一眼，脸色猛地沉下来。他拿起文件在手里，越看脸色越难看，到最后瞪着我。如果不是我躲得远，我怀疑他会当众甩我一巴掌。苏沫，这些东西你哪里来的？他站起来，脸色煞白，整张桌子都在抖，但我丝毫不怕。我没站起来，只是仰着头看他。你不用知道证据是哪里来的，当年你公司快要上市的时候，妈妈已经掌握了你出轨的证据。这些年你给苏冉母女的房子、车子，包括钱，都是你跟妈妈的共同财产，她可以随时要回来。我爸的眼神开始闪烁不安，他知道这些东西足以让他身败名裂，只要把这些公之于众，崩他的形象，对公司没有一点益处。但是他没有，最后他还是心软，选择继续保护你好丈夫的形象。
结果是什么？被赶出家门，最后才会得了抑郁症自杀。妈妈留给我的东西，你们已经白白享用了这么多年，该还给我了吧？我笑着，眼眶却红了。我一直以为我妈软弱，才会被苏冉母女欺负成这样，现在才明白，她是太爱她了。一个女人爱错了人，比什么都可悲。我妈为爱情付出了生命还不够，在她去世后，我爸还在吸血，属于我妈的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我爸的身体晃了晃，毕竟50多岁的人了，晚节不保并不划算，功成身退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爸，我想您不会不同意吧？如果您还是不同意，可以再看看您这些年自己公司的财务做账报表，挺有意思的。2年，我足足隐忍了2年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即便坐在我面前的是我爸，也不行。你，他眼神中似乎有泪，可我不信他对我妈能幡然悔悟，心存愧疚。毕竟对于我这个女儿，他当初送我进去没有留半分情面。良久，他叹了口气，我会派人跟你交接的，这些东西的原件，我希望尽快看见。他脸色阴沉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说完，他拿起外套和包要离开。临走前，他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我，那种眼神是我见过父亲对女儿最冰冷无情的，还透着不屑和鄙夷。苏沫，你真是我的好女儿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别忘了当年你是怎么才嫁给宋玉明的，我还以为你会改邪归正，但你都能对自己的妹妹下手，怎么还会顾及我们父女之情呢？我笑着起身，以最恭敬的态度说出最怄人的话，还是爸教得好，我有今天的手段，多亏了您的言传身教。一声巨响，是摔门的声音，我成功地气走了我爸，心满意足地坐下喝茶。茶不错，不应该浪费。妈妈要是在天上看见了，应该觉得爽快吧？她的东西不应该在小人手里，会变脏。苏冉发了很多消息给我，字里行间写满了粗鄙恶劣。我怀疑他出国留学去的是索马里，可能是爸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也可能是宋玉明还没有跟我离婚，他变得暴躁不安。他好像不打算在我面前装成柔柔弱弱的小白兔。看他一直骚扰我，我烦了，我发了一条信息过去，再发我就截图给宋玉明看。微信那头沉默了。很好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让他亲身体验当初我的感受。这种惩罚远比亲手去夺要过瘾。回到家后，宋玉明给我找的保姆已经做好了晚餐。起先我吃荤腥的食物会吐，他就一点一点的加，让我有个适应的过程。他见我总是看着窗外发呆，就主动说起他家里的一堆糟心事。人呐，总是能在痛苦中找到共鸣。那天林和打电话过来找我，说他已经把手下的公司资料全部准备好了，让我过目。我爸的速度还挺快的，或许是怕我真的不留情面曝光他。我心情不错，让林和直接来家里找我了。苏小姐，这些都是公司的总账，内容比较多，您可能需要整理一段时间了。该总结的东西我全部准备好了，您到时候看看。林和很细心，他还特意带来了盒饭。还有，我听夫人说小姐最喜欢荷包蛋，我特意让人做了一份荷包蛋。我妈以前在的时候经常会给我做，只是现在我怔了怔，谢谢。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口，跟我妈做的味道不一样，但真的有心了。我眼眶微红，我想以前了，我想我妈了。苏沫，现在你都敢把人直接带回家了。蓦地，宋玉明的声音响起，我抬起头对上了他的眼睛，他正狠狠地扫过林河，薄唇紧抿，
神情复杂地看向我。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。林和挡在我面前。林和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事我再联系你。我刚让林和离开，宋玉明扣住了我的手腕，把我抵在玄关处。苏沫，你这样有意思，不是不愿意跟我离婚，人都找到了，还不愿意跟我离婚吧？条件你想怎样都可以。他阴沉着脸，怒火几乎要从他的眼底喷涌而出。可笑，他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勾唇笑了。离婚可以，我想听听为什么一定是苏冉。他喜欢苏冉，很喜欢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他眼里好像看不到对苏冉的深情。我好奇苏冉究竟做了什么，让他费尽心思和我离婚。你不懂，苏冉对我有救命之恩。见我不明所以，宋玉明继续道：高中游学，我突发过敏性哮喘，是苏冉背我去的医院。一个那么瘦弱的女孩子背着我去了医院，我真的很感激她。她皱着眉，所以我不会放弃她，是我欠她的。我的心沉得发冷，能想象得出大力局中喘不上气来的少年，还有瘦弱的女同学，真想笑啊！笑宋玉明是个十足的傻瓜，他一向这么精明，到头来认错了人。那年游学，跟他一起去公园的是我，救他的是我。至于他认定的那个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，苏冉，见躺在地上一脸惨白的少年后，吓得撒腿就跑了。这是对他的惩罚。有眼无珠，爱上了一个卑劣的小三，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他。说的真感人，可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。我轻嗤了声，对上他的眼睛，我说了，什么时候离婚，我说了算。我对他心如死灰，但也要完成我的计划后，才能全身而退。那他呢？你这2年在监狱里，你们一直保持联系？他铁青的脸色，紧抿的唇，怒气叫嚣着喷出来。是，我不否认。清冷地扫过他诧异的脸。宋玉明，别摆出这副模样，被苏冉看到，还以为你对我有爱呢。苏沫，别妄想。他压抑着怒火，撇开眸光，松开了手。你伤害了冉冉，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感觉。他喘着气，看向我，我笑了，笑容都透着苍白。伤害？你亲眼见到我伸手推他了？我是用的哪只手？左手还是右手？或是2只手一起？宋玉明神色有一丝慌乱。你什么都没看到，只看到了苏冉从你面前的楼梯上滚下来。他说什么你就信？你是傻？那我现在跟你说，那天是他故意设计自己滚下楼梯的，这才是事实。你会信吗？我勾了勾唇，又说，更何况苏冉救了你，你真的搞清楚了，他真的是你的恩人。宋玉明沉默了，眼神闪躲，似是想起了什么，然后无比坚定地说道，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。我笑了，神色淡漠。挺好。宋玉明一把夺走了我手里的遥控器，狠狠摔在地上。也许是我对他太冷漠了，不像以前常常跟在他身后，满眼都是他。他在发脾气，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，气得摔门走了。这就受不了了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很顺利。我潜心处理公司的账务，又让林和帮我联系到公司元老，召开股东大会，很快拿回了被我爸侵占的公司，并把我爸安插的重要职位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人。这段时间，我除了回家，就是跟林和在一起处理工作。他帮了我很多忙，帮我把我妈留给我的东西全部都拿回来了，其中还包括我爸大手一挥送给苏冉打理的那个公司。所以苏冉去找宋玉明告状，他开车直接来公司地下停车场堵我。宋玉明怒气冲冲扫过我身边的林和，皱眉看向我，
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别伤害冉冉，把公司还给他。我冷笑，心疼了。苏冉霸占我妈留给我的公司，我拿回我的东西，怎么就伤害苏冉了？苏沫，我可以答应你不离婚，但是公司……等等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林和快速打断宋玉明的话，轻笑：宋总，你怎么这么大的架子，拿跟你不离婚换公司？你认为你值这个价吗？我看到宋玉明的脸色极其难看，我心里挺爽的。苏总，我送您回去，我怕有人说的话太脏，脏了您的耳朵。林和往前走，挡住了宋玉明的目光。好，麻烦林和哥了。我不再看宋玉明一眼，坐上了林和的车。接下来还有太多事要做，宋玉明只能搁置在一边。1个月后，我上任那天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媒体纷纷到场。我邀请了我爸、苏冉母女，他们应约到场。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在监狱这2年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一定会出丑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就让人公布我爸出轨的所有证据，很快上了热搜。因为是实锤，所以舆论一股脑地涌进来。我说谎了，我威胁了我爸，也没有把原件给他。当年妈妈没能做的事，就让我替她来完成。婚内出轨，还用原配的财产养女人和孩子，做个人吧，长得人模人样。呸！偏偏当出轨的渣男，怎么有脸站在这？哟，小三还带着女儿去参加人家的新闻发布会，不会也想继承母业，发扬光大吧？一时间，铺天盖地的新闻全是围绕苏家的。我爸他们一家3口再次成为新闻焦点，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我爸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，股票一落千丈，合作商同一时间找了不同借口撤掉合作，高昂的违约金压弯了他的腰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。意料之外的是，我爸在商场打拼这些年，人脉关系竟然脆弱得不堪一击。苏冉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，他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。在苏冉不厌其烦地给我打了第30个电话的时候，我接了。别着急，在家等我，我还想看看他们的样子。这是我离家10几年后第1次回家，记忆中装修清雅舒适的家满是颓败之色，家里值钱的东西应该都让债主拉走了，空荡荡的房间只剩苏冉母女俩。我想起很久以前，他们2人把我妈赶出去的样子，趾高气扬，下巴抬得高高的，似乎是要把我妈踩到脚底下才罢休。这才几年，风水轮流转了，你来做什么？苏冉妈妈防备道，瞪着眼睛的样子像是要咬人。我笑着，不紧不慢开口，当然是来看看你们，看你们像不像丧家犬。苏冉妈妈气得浑身发抖，她应该还记得，当年她也是这样骂妈妈的，现在她看上去好像更狼狈，也是从天堂坠落地狱，当然看起来憔悴了。你满意了吧？满意了就滚！她大吼道，如同大街上的泼妇。苏冉妈妈颓然地瘫坐在地上，散落的发丝间已经有了白发。她曾经很漂亮，用自己的美貌做资本，践踏一切，可也熬不过时间的摧残。注意保养啊！你看你白头发都有了，我爸会嫌弃你的。苏冉冲上来，指着我：苏沫，你好歹毒！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妈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真可笑！我歹毒？你们真是厚脸皮，自己做了什么事还需要我再提醒你们？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苏冉朝我扑过来，我一闪开，她又扑空了，啊的尖叫了一声。地板太滑，她的头恰好撞到了柜子上。还有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可没有她这样的长辈。我看着她额头上的血迹，没有丝毫同情。
撕破脸，不用为了感谢我，行这么大礼。门外有脚步声传来，苏冉坐在地上往后退，哭诉：姐姐，我和玉明真心相爱，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放弃他。他楚楚可怜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公司也被你抢走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苏沫，宋玉明快速赶到，他走到苏冉身边，语气瞬间柔和了不少。我送你去医院。苏冉妈扑上去，使劲攥住宋玉明的手臂，眼泪跟珠子一样咕噜咕噜往下掉。玉明，你总算是来了。他拿走公司也就算了，还想打死冉冉，他好狠的心啊！坐了2年牢都没能改变心性，太可怕了。苏冉钻进宋玉明怀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现在爸爸的公司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墙倒众人推，树倒猢狲散。别人见了苏家人都是绕着走，他们能指望的估计只有这位痴情的宋先生了。这出苦情戏真是精彩。说我打宋冉，有证据吗？我冷笑道。宋玉明，我发现你挺好骗的。苏冉捂着头，泣不成声。我不想再看苏冉做戏了，上前低头，似笑非笑。演技这么好，你说如果让宋玉明知道当初救他的那个人不是你，会多么戏剧？话音落下，苏冉不可置信地抬头看我，脸色慌张。他怕是没想到宋玉明会跟我和盘托出当年的往事吧？有些真相也该浮出水面了，倒不是为了自证清白，而是这些真相会变成一把利刃，狠狠地扎进宋玉明的心窝。我爸和苏冉母女已经得到报应了，那么下一步该得到报应的是他宋玉明。说完，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宋玉明后，径直离开。这套房子怕是很快会被追债的找上门，不用我赶，苏冉母女也必须滚。过往的回忆随着我妈离世竟然消失，我也不必再有半点留念了。回家后，我开始收拾东西，又让林和帮我联系了律师。宋玉明不是想离婚吗？是时候该离婚了。我收拾完东西正要离开，宋玉明赶回来了。我们谈谈。他抓住我的手，却被我提前预料到甩开。我看到宋玉明的脸色极其难看，他皱了皱眉。小莫，你现在很讨厌我吗？小莫，怎么换了称呼了？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安慰苏冉吗？怎么跑回来了？我勾了勾唇，看向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让律师在拟定离婚协议了。房子是我们婚后买的，1人1半。你的公司资产我没有兴趣，其他的现金我也没有兴趣。我见他的脸色一点一滴阴沉下去，嘴角微勾。所以我们两清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我顿了顿，到时候联系我的律师谈吧。跟宋玉明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。宋玉明没想到我这么的果决，情绪开始变得激动。小莫，你说我挺好骗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呵，果然，但是我无可奉告，这些利刃应该是他亲自查清楚，然后再亲手插进自己的胸口才对。我懒得多看宋玉明一眼，转头离开。我在炼狱里待得太久了，宋玉明，这一次该你下炼狱了。3天后，宋玉明来办公室找我的时候，双眸猩红，没有半点儒雅的气质，整个人焦灼又激动。我挑眉看他，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推给他。没什么问题，那就离婚签字吧。宋玉明死死地盯着离婚协议书后，声音沙哑道：我不会离婚的。他一字一顿地咬牙说出这句话。苏沫，我不离婚，我什么都查清楚了。宋玉明哽咽地看向我，深呼吸了口气。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让人调查了游学时候的事，医务室的医生还记得我。我拿了你跟苏冉的照片给他看，
他说。我笑，打断他的话，眯了眯眸子，泛起冷意。所以呢，我还知道你在监狱里怀了我的孩子，可是那个孩子，所以你知道你是凶手，杀死我们孩子的凶手，对吧？我依旧笑着，云淡风轻。宋玉明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你怎么还有脸不离婚呢？我不会跟一个杀害我孩子的凶手在一起。宋玉明，他也是凶手，没有理由继续心安理得地活着，挺好，让他亲手把利刃插进自己的胸口。我要让他自己知晓真相，让他愧疚，让他不得安生。宋玉明被我一堵，整个人仿佛瞬间被抽干了力气，颓然极了。他死死地攥住离婚协议书，良久之后慌乱逃离。可笑至极。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半个月没见过宋玉明。林和说宋玉明不肯签离婚协议书，我也懒得管，让律师通知他，要是再不签，我就直接起诉离婚。我没再管他，打算去医院。上次体检后，我去医院复查，医生建议我住院调理身体，结果在公司的地下停车场又见到了宋玉明。他满脸憔悴，下巴上生出了胡茬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仿佛转眼间老了10几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宋玉明抓着我的手，喃喃地说对不起。我漠然地把手抽出来，世界上最没有用的话就是对不起，除了能让道歉的人心里好受些外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但我却不想让他好受。医生说我要住院调理身体。宋玉明，除了离婚，我和你没有半点好说的，连对不起你都不配说。住院期间，林和一直照顾我，宋玉明多次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却被我直接无视。林和告诉我，宋玉明多次来过病房，但是压根不敢见我。对比之下，苏冉则是胆大多了。这天苏冉进了病房，恨不得吃了我。你和玉明说了什么？他不接我电话，我落到今天都是你害的。苏沫，你别想安宁，玉明是我的。我面无表情，故意激怒他，要风滚出去风，你有今天，是你咎由自取。苏冉气急败坏，冲上来想打我，我冷笑。愤怒的他没听到门外的脚步声，而门外的宋玉明听到动静后冲进来呵斥道：苏冉，住手！他快速上前扯开苏冉，满眼关心：小沫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着他没说话，苏冉趁机抱着他的胳膊追问：玉明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忘了是他推我摔下楼的吗？都这时候还在博取同情。我冷眼旁观看戏，宋玉明甩开他，满脸厌恶：苏冉，你骗我骗得还不够吗？玩弄我的感情，我错信了你，竟帮你伤害小沫。苏冉瘫在地上崩溃大哭：玉明，你说过不会辜负我的，我也生病了，你陪我去看病好不好？宋玉明已经被骗怕了，扔给他几张钱，怒吼：够了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苏冉看着落到身上的钱愣住了，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苏冉落荒而逃，被爱的人伤透心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苏冉，这是你的报应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宋玉明每天都在医院陪我，对于我冷漠的态度也丝毫都不介意。我的身体调理得差不多了，外面的天气渐渐转凉，宋玉明把我从医院接回了家。下车的时候，温情地打横抱着我，就像刚结婚我们最好的那段日子。他变得很少去公司，有事没事就带我出去转，要是重要的事情抹不开身，他会直接在我面前处理工作，眼睛必须要看到我才安心。我只是时刻催他记得签字。我知道，我每提一次，就是把刀往他胸口插得更深一分。
快入冬的时候，林和给我发来消息，公司一切运转良好，顺便附带了我爸和苏冉母女的消息。我爸的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，他现在在一家公司做装卸工人。苏冉妈得了抑郁症，每天都要大把大把吃抗抑郁的药。苏冉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，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，没有一份做得久的。我合上电脑，把这段消息删掉，给林和留言，以后都不用留意苏家人的事情了。我跟他们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，他们痛苦地过完后半生，跟妈妈和孩子两条命相比，还是不能划等号。我不想去计较，我累了。宋玉明裹着厚厚的大衣从外面回来，头上肩膀上落满了雪。他从怀里掏出烤红薯，献宝似的塞进我手里。曾经他在深夜为苏冉买烧烤，现如今在雪天给我买烤红薯。他在尽量表现有多在乎我，可越是这样，我越不稀罕。我把烤红薯扔在地上，它们像烂泥一样没了形状。他站在我面前，久久没有说话，然后蹲下来清理那些黏糊糊的东西。宋玉明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，这么待下去就是互相折磨。离婚吧，我不要他的补偿，我要他带着愧疚过一辈子。他慌了，蹲在地上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眸子里全是慌乱。不是的，不要离开我。这种眼神我见过。2年前苏冉被医生诊断出不能继续弹琴的时候，他就是这种眼神。他心里开始有我的位置了，但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小莫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照顾你好吗？他唤我小莫，用曾经亲昵的称呼。他攥紧我的手，眼神炙热慌乱。2年前的那件事是我不对，我没有看到你推苏冉，我只是看他从楼梯上滚下来。我着了魔的信他的话，是我亲手把你送进了监狱，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他的泪水落在我手背上，滚烫骇人。原来他也是会哭的。原本我以为他这样冷静自制的人是不会有眼泪。你终于承认自己错了，真不容易。我推掉他的手，这件事情有始有终，总算是明朗了。小莫，我知道你可能不会信，我爱的人只有你。从前是我眼瞎错把苏冉认成你，我对他的喜欢更多的是感激。不要和我离婚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他红了眼，跪下祈求。宋玉明，我嗤笑，神情冷下来。滚吧。最后宋玉明真的滚了，他去自首了。2年前那件案子，他出庭做了伪证。他进监狱服刑之前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没有接。小莫，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，是我对不起你和孩子，我为过去犯的错赎罪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删除他发来的短信，拉黑号码，以后我都不想跟他有任何联系。我去看了妈妈，这几年没有人来祭拜，墓碑周围长满了杂草，杂草开出的小花脆弱又美丽，我没舍得拔掉，就让他们陪着妈妈吧。我给我的孩子建了座墓，就在妈妈旁边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孤单了。我去法院诉讼离婚，判决生效，我和宋玉明再无瓜葛。第3年清明，我去扫墓时看到墓碑宋玉明跪着的身影，如今他只是陌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